然后现在来到我家的后院，然后我们要来采枫糖浆的原料，就是枫树枝。然后工具呢，小张就帮我备好了，有这个电钻，然后锤子。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野猫军团，小灰不要乱跑，看他们很多只，因为现在是放饭时间。挡在路上是流氓啊！这是我们家的，我们自己叫它夫妻树，很恩爱。反正呢，你看就是这样子，两株在一起。那我现在来定另外一棵。我们要在树上钻洞。你真的会哦？啊，有点不忍心哎。那它捐血的概念。好，枫糖，够，我要够喽。那个角度要斜斜的，因为这样子才可以让枫树枝这样顺势流下来。好紧张哦，这是我第一次钻。好了，好，那我要退出来，等一下我要退出来，按左边。哦，好，哇，已经在滴水了。我刚才问你有没有成功。Oh my god， 好兴奋哦！进去了。好，然后先画筒子，对不对？你要敲一敲啊，对不起，忘记了，刚太兴奋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铁锤派上用场的地方。等一下哦，把它敲一敲。哇，枫糖浆，很美。我在想象，完美。那打这个地方就是看它的树根往上面看，因为表示这里的那个系统最强健。哇，很会哦。对，我现在已经打了一根之后就很有信心了，完全不怕啊！谢谢你，请多给我们枫糖浆。好，我要打喽。哦，顺利哦。好，应该可以了。好，我要出来了，推出来。哇，有看到枝了 ，nice，good good， 有，塞进去。因为现在都是冰，不是很扎实。哇，你看，在打的同时已经源源不绝。好了，我觉得可以了，它蛮紧的了。对，源源不绝 ，free for free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期待收成。那个过了一天，我要来采收，然后现在雪下有点大，看看有多少。哇，满满一桶。好，那我现在把它拿下来。哇，要拿的，哎呦，天哪，地板滑。来看一下，哇，这个也好满，快要满出来了，一定要收。OK。连续2周，每天不管下雨下雪，都要记得采收。还遇到呢魁北克50年来最大的冰风暴，好险呢，我们家枫树都没事。来看专业的怎么做，他们是会牵管线，收集完全自动化，不像呢我得一桶一桶搬。哎，算了，当运动也不错啦。哇，满的，哇，满满的。这我还没看就知道已经满了。哦，太矮看不到。哎，满的。哇，这个2/3满。哒啦！啊，我们那个夫妻树产量真的不错哎。先收集起来，要拿去煮，然后这个盆子再挂回去，让它继续收集。好珍贵哦，滴都不要浪费。哇塞，一桶已经把我1瓶给装满了。
健康的枫树呢，会产出大量多余的树枝，所以采收呢，对枫树的健康是不会有影响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而且每年大概只有1个月是产季，过了季节，钻洞啊也一滴都不会滴出来。我们的社区呢，在一片枫树森林里面啊，如果大家都来采收枫糖浆的话，产量应该蛮可观的吧？好，完了，这几天呢，大丰收。然后我们发现只开1锅已经不够，现在要开2锅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做事情呢，就是要把枫树枝，然后浓缩变成枫糖浆。因为枫树枝呢，大概2% 是糖分，其他98% 都是水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一直呢把那个水分给蒸发，要把它稍微过滤。拍谁？因为我这个是拿来煮豆浆，不是脏脏的哦，它有一点变成黄色。加拿大人呢，传统的话，他们会在外面盖一个小木屋，然后都是用柴烧，这样就不会有电费的问题。你看这一开始是透明的这一锅，然后这一锅呢，它原本有这么高哦，5到这边，然后我们煮了大概2个半小时，变到现在这个颜色，对，而且还蛮香的。然后像旁边这个泡泡啊，可以稍微搅拌一下，那个是糖的结晶。哇！很香哦，现在已经很像那种枫糖浆味道。你看那颜色超美的。哦，有没有？好，继续。这边还有，现在呢都不能停，整个就是被枫树枝追着跑的阶段。做枫糖浆就是这么简单。加开一条产线，在外面煮呢就不用开抽风，这是最棒的方法，不用花电费。然后烟囱呢还会自然帮我抽风，叮，燃烧吧！删掉！哇，射歪了。删掉！哦，点起来了。哇，天哪！煮这么一大锅，最后剩下一点点，一定要刮干净。哎，还没完成哦，等等要正式来煮了。好，那现在呢要来煮枫糖跟装瓶。我们有准备很漂亮的瓶子。我超怕这玻璃瓶会破，这样还好。小香蕉，你要帮我一下，立着。拜托你了。贝贝你也来了，好，等一下啊，这个好满哦，一滴都不能浪费，我要倒了哦。开始。哦。怎么越来越窄？等一下，OK，可以。哇，等一下，好，哇，画面太疗愈了。你拿走。哦。上面写说呢，要做出顶级的枫糖浆，温度要煮到104度，要比100度还要高。所以我们现在呢才29度而已。然后甜度呢，最后会在61到68度之间。那为了做出好的枫糖浆，我们这次连甜度计都买了。那我测一下我们现在的糖浆的甜度，现在45.8度。看来要煮一阵子。哦，103度了，关键的1度。加油！哦，这个样子有点像巫婆的药水，有没有？这样子。到了！你看它闪灯了，好，关火。调度。哦，64.8% 甜度，超棒，完美。来到了。我太矮了，所以我要踩个椅子。是不是可以了吗？好，超导出来。到。哇，太多了。
上这个盖子的瞬间，哒，好漂亮哦，太开心了。枫糖浆呢有变化吃法，继续加热到113到115度，把它煮得更稠，然后淋在冰上，用棒子卷一卷，就是加拿大版本的麦芽糖，非常好吃。收集了1个月呢，这是我们家今年2023年枫糖季的采收，好感动哦，因为真的做了很久。那你看呢，真的是跟书上一样啊，枫糖呢会因为它的季节而有不同的颜色，像这2罐呢是季初收成的，然后就颜色是最浅，然后叫做 golden。那这3罐呢是季中，叫 amber。那这也是一般大家在市面上最常买到的枫糖浆的等级。然后季末的话，它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深，就变 dark 或是 very dark。那它这几个分别呢是透过枫糖的透光性来区分的。你看我们家的有没有非常的透光，完全可以看得到。B B， 我在做蓝莓松饼。哇，你不要上来，下去，快，下去，在这边。别搞，别搞，别搞！你看这是什么？你看香草它会来哦。别搞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哦，你最喜欢香草了，对不对？不错哦。哦，你看它舔嘴巴了，它喜欢香草。2023年枫糖季成果报告。总共采收了100公升的枫树枝，最后获得2.5公升枫糖浆，真的是很珍贵的食材。虽然这个月每天家里都烟雾弥漫，很怕启动警报器，但是呢，煮的过程我真的还蛮感动的，品尝到自己做的枫糖浆，风味丰富，甜而不腻。谢谢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。本集的 Vlog 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加留言。秋天帮你扫了这么多落叶，春天给你收个枫糖浆，不过分吧？